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5局，目前 TT Global 手握赛点，3比1的情况之下，他们在红色方，而 AGL 在蓝色方。接下来的比赛对于 TT Global 来说，只要任意一局比赛赢下来，他们将能够在本次 KWC 登顶冠军。而 AGL 在这局比赛一上来是搬掉了张良以及甄姬一抢大乔，而 TT Global 的话则是搬掉了公孙离加上大司命。这个很明显，他要玩大乔圆坦了。对 ，AGL， 然后 TT Global 是因为圆坦用过了，他们他也拆不了。对，就要看这把会不会出关羽吧。轻轻的关羽还在打大乔阵容，但是对面是个圆坦，关羽又不是很好发挥。今天的比赛，我认为对于 AGL 来说，很多人其实都会关心着 AGL 他们的状态啊，或者 BP 的情况。但是其实，在春季赛的时候，那个版本的整体节奏跟 HOK 的版本节奏其实差不了多少。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AGL 我认为他们要做到的就是，他们回忆起他们在春季赛当时他们拿到的这种前期可能较为弱势的阵容的时候，是如何做到过渡，对吧？对，过渡到10分钟你们再打。但是今天的比赛你会发现 AGL 前期的失误率和掉点率极高，就很容易就被 TT Global 抓到机会。对，这就是让我们为什么说很多人就讲 AGL 为什么今天的比赛打成了这样，或者最近的比赛打成这样，就是他们前期要降低自己的失误率、掉点率，那根弦绷得不够紧啊。对，我们看一下 TT 这边选择的是狄仁杰加上张飞，能打大乔阵容，且单点击杀能力还是很强的，因为有狄仁杰的黄牌。但是 AG 这边如果要是把亚莲选出来的话，其实在青青的手中还有夏洛特这些英雄可以去跟他直接打对位的。对，先选了小乔，又是一个小乔打这种笨重的前排，能配合狄仁杰威慑到这个圆坦，是有机会秒掉的。没错，这样是一个双后排。对于亚莲来讲，他团战就看他第一时间去切谁了。老夫子搬掉，防止 AGL 大乔老夫子龙虎双边。对，再来个双边阵容。就玩带线嘛。右边是一个铺打团阵容的思路，左边很有可能会转思路嘛。但这样你封锁了一下之后，我感觉 AGL 这盘也只能选射手了。芈月搬了，对着搬，火舞没了。芈月肯定不能给啊，这芈月也是轻轻的压箱底的英雄。搬火舞的话，左边这个大乔可摇摆、可中、可游走。对，他如果没有特别好用的话，那大乔就走中。看一下 AGL 的最后一个班位搬掉了关羽，哎，轻轻的关羽也还没有用，这样的话放给了青青狂铁。狂铁的话打亚莲一般般，不是很好打。那夏洛特拿出来是可以用的，但夏洛特拿出来的话，需要在打野的位置再做强一手。就看看嘉欣现在手里还有什么比较强势一点的英雄来去打，或者轻轻就拿个孙策，也可以。防对面带线的时候，他可以清劣势线，并且有大招支援。然后给嘉欣拿个野核。这把野核也是可以出的，可以留到后手。看对面的这个射手是什么。因为嘉欣他其实大司命、阿古朵、圆坦、夏侯惇，其实前4把用到的英雄其实都偏向于坦克啊。蓝领。要看一下 TT 这边怎么想，要不要先把对抗路出了？他现在做法有很多种。梦奇把轻轻的英雄藏到了最后。他没有补野核，他等你一手，你的发育路出来，然后再看看我这个夏洛特出来之后是不是非常好打。这发育路我感觉得补个像马可一样打前排比较快的了呀，要不然右边双前排好厚的盾呢，要不然就是伽罗。你要选马可的话，这一手狄仁杰不压死你？要不然就是伽罗，他马可可以换线打。对，就反正 AGL 这边的射手要考虑前排问题了，对面双前排都是带护盾的那种，你要么伽罗，要么马可，选哪个？而且还要亮这种大乔的位置了。中辅，马可加上廉颇，对他没得选，就这2个射手好打右边的这个阵容。而且他其实预判你这种夏洛特如果要是出的话，我这马可波罗也比较好反制你嘛。你要是追我的话，我多位移你也切不了我。所以把轻轻的英雄留到最后，看一下对面的射手，要看轻轻出什么英雄了。好切的，夏洛特是一个正常选。吕布，这是冲正面团，他们不要带线了这套阵容。直接就打正面团啊！那对于 AGL 来讲，这个阵容很好打右边啊，他通过带线的方式一直拉扯就好了。其实上一把他们的这个阵容评论席也好，包括你在解说 BP 的时候也好，其实说到了 AG 的阵容，其实上一把也不难打。他其实能打，对他那个阵容的话，就是我只要在前期不那么掉人，我拖到中期我都 OK。你看在一诺的白起在中期的时候，其实还是开了好几波的，打出了不错的效果。但如果你要是那么逆风的情况下，你拖到那个阶段。
就太考验团队了。按照那种被对面抓那么多机会的情况的话，你什么阵容过来都会变得很被动，都很难打，只是发力期在什么时段的问题了。就包括这把这个阵容拿出来之后也是一样的，你的双边亚联加上马可波罗，你肯定是前期不是很好受的。但是你大乔、廉颇加袁坦，你这个阵容的话就等于是中野辅来支撑前期，而你的双边只要发育起来的话也是好打的。就看到右边这个阵容只打正面。那就一个思路 ，AGL 把大乔这个机制利用到极致，然后你的带线131的分带也会带得很舒服。这把马可的发育是无解的呀，对面拦不住啊，除非他强越你。正常来讲，过渡完4分钟的对线期，马可想去哪条线就去找吕布嘛，去欺负吕布。那就让我们看看这局比赛 AGAL 能不能扳回一局了。进入比赛，我是手瓶子，我是解说潇洒。开局的正常哦，马可波罗是走中的。对他比较自由，这盘可以完全当自由人打。一技能两缩，华丽左轮全部射中，把赫茨打到了残血。这个是老版本的马可波罗，不是我们国服正式的那个一技能跟技能等级挂钩的子弹数。哎，它是还是受攻速影响的。现在是吃攻速的，没错。下路趁机，哎，打攻了 ，A 不到那个红隼。他不往边走，他是个近战。对，那这样他的野雀还没刷，速率比梦琪慢了一半，还多。还好这波张飞不带的惩啊，带的是治疗，要不然我感觉九星刚刚也是知道你把惩交给红隼了。我是躲了方天画斩一刀，然后回头反砍一套。但吕布下个1要好了，又抢了，上下两路全打攻，全打攻。TT 全拿到，你说这状态对吗？肯定不对。但是目前在赢下第一局被连追3局之后，你换谁状态都好不到哪儿去。是的。我们今天在第一场比赛季军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到的，Twist 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大家的状态被打懵了都。对，已经懵了。但我觉得在 AG 这支最近连冠的队伍身上，他们其实还是有底蕴的呀。这种大场面或者说逆风的情况，他们应该也都是见过的，得沉得住气啊。但关键就是在于今天逆风的情况下没翻盘，顺风的时候还被人翻盘了，这等于是一场 BO7的比赛要素拉满了，对，要素拉满了，而同时对手 TT Global 这几个年轻人现在势头正盛。上路的位置，上路吕布交出了大招，他刚刚压线很深，但他有大在就很难死。刚刚这波闪现也没交。但说实话，这盘 TT Global 的阵容虽然前面是中期，尤其是中期比较怕马可，很难解决，但是到了真正后期打大团的时候，马可波罗处理起来多前排阵容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所以还是要靠他们的。既然你1楼抢了这个大乔，一定要把大乔这个优势多打少的优势发挥出来。对，而且你的带线也会比较强，因为这把对面没有什么带线英雄，吕布加上梦琪都不好带，都很笨重。里面现场很多人，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参与到 KWC 赛事的其他队伍的一些选手们正在观摩着这场比赛 KPL 赛区的顶尖较量。这场比赛能夺冠的话，还是能为自身的俱乐部增加很多积分的。对，而尤其是对于 AG 来说，他现在是在所有俱乐部排名第4。先看下路枪，都是大闪中了，哇！直接黄牌命中，加上小乔的一个2-1大招秒掉，1血到手，带走了长生。这个状态，今天combo接的这么稳。今天 AG 的被1血次数真的很多。但你不得不说的是 TT Global 真的是除了第一局以外，他状态越打越好，团队的配合。就是我们说。这个赛场九哲教练其实他非常喜欢带新人，就是我之前跟他有聊过天，他就跟我说新人他就这股劲儿，你在他身上你能够感受到你自己都变年轻了，而且他只要拿到优势，他会直接在赛场上展现出来，就是你能够看到他非常敢打。上一局比赛被 AG 打成就是已经打出来了 AG， 但是还是赢了最后。先看这条龙。最后的归属是 AGAL 拿到了这条龙，被一诺的马可波罗抢到了，对，还拿了60块钱的赏金。这样对于 TT 来讲有点伤啊，他5个人全来了，龙没拿到。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啊，老将身上得有老将身上就有他那种气质。现在 AG 他在 KPL 的赛事上是连续7进决赛，4连冠，而在 KWC 的赛事上，对于一诺个人而言的话，这个赛事又意义非凡，因为他是上一届的 KWC 的 FMVP， 没错。然后他又是这一届 KWC 很多就是其他选手、其他赛区战队的偶像。是的。如今他必须要站出来，都把他视作为了这个目标，想要去追逐他。但是如今的对局当中，现在队伍陷入了非常逆风的状态，而且这把他是亲自操刀的是马可波罗，这盘非常关键的一个英雄。现在的 TT 下路已经把视野给得很深了。上路的话，3个人过来想要去抓一波。下路好像要张飞直接喷大招，他不喷的话，马可就要赚他了。啊，他想要去骚扰马可拿红。就是刚刚九星他站得很深嘛，但是你一个张飞站在马可的脸上这么深，你又没有惩击，你被马可波罗把红拿到之后，你自己就很危险了。所以这盘对于 TT 来讲，他要想压住对面这个阵容，就要想办法打进马可波罗的红区。对，而 TT 的刚刚是中野2个人去往上路转了一波，可是 AG 这边是让大乔靠了过来，所以也让他们在往上路的这波推进节奏滞缓了，没有推进去。原本是想上路3个人过来抓一波的。然后在正面的话，下路的红区让九星的张飞进去假装一波视野，然后给一点压力，看看能不能看到 AG 的人。没想到 AG 一个人都不在，是下路就2人。下路 AG 是截了波线，同时在给防御塔跟蓝区压力。他们想要去压制住狄仁杰，因为知道张飞没大。对。但我发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轻轻的关羽在对线上压制到了轩辕的亚连。哦，吕布。对，他的吕布。压制到了轩辕的亚连。就亚连这个英雄是在吕布跳大的时候，他在吕布消失目标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用大招去锁吕布，然后用自己的大招去规避吕布大招落地的那一刀。说明青青在这个对位关系上，他是做的比较好的。对，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看到很多亚连玩家去打吕布的时候，只要做好这一个细节，其实吕布会变得很被动。包括用自己2技能躲掉吕布的1技能，只要不被他附魔，感觉是很好打吕布的。对，可是这把青青他在线上过得还挺舒服的，打得也挺好的。不过上路的这一波最终换节奏上 ，AGAL 还是跟 TT 做了一波镜像的换一反到了红。是的，把红 buff 反完了之后，看在野区的这一波张飞给个大招，绕后喷了一下，但效果一般般。这一波亚连跟过来给了个2技能，最终是配合廉颇先处理掉了赫兹的小乔。但是看一下狄仁杰的黄牌命中了廉颇，是的，廉颇倒地了。张飞这个位置应该是能撤走的。马可波罗身上虽然带着红 buff， 但是这个位置不是很好，毕竟 TT 的中路的1塔和2塔都还在，不好再往里深追了。后续也没有了，打了个1换1。但马可波罗是反了对面的红，然后小雪这个狄仁杰就属于是拿了 AG 那边的红，然后赶过来一发黄牌帮队伍止损。张飞刚才那个招想吼是卡住了马可波罗，就一诺这里的退路，他预判的是你可能会交2往后拉，对，但马可波罗是往前。这一波的话就要整理一下自己的野区和兵线了，后续等下一条8分钟的龙刷新。这把 TT 想要突破 AG 的这个带线，他得给中路足够的压力，他得5个人抱起来直接进去。如果你一直在边线，我就直接强行。看这波张飞的位置啊，这个角度已经很好了，但是狄仁杰的黄牌空了，没有能够大到。而且大乔给了个大招。你敢越的话，我就把所有人摇过来。是。边带的话 ，TT 拦不住，他只能给中路压力。通过这种手段，要么就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打阵地战，就是一些10分钟双方都不可能会让的资源团上，我去发力。小乔这波是把大开了，想去消耗一下廉颇的。你看 AG 是一个避战，不打，你过来经过我红，我那边直接上路直接带，对，上路带完了之后，马可再把你的红一反，马可依旧能拿到红。关键是中医还把自家红给守下来了，惩击保住了，并且做圈走了，嘉欣就扑了波空。那这一轮的双红全部都在 AGAL 手上，就开始逐渐进入到了 AG 最喜欢的这种分带环境里，而且这马可波罗和亚林他们实在是抓不住，就去拉扯 TT 这套笨重的阵容。那这样 TT 没办法，只能先这样了，因为马上要刷那个暗影暴君了嘛。对，他们等到暗影暴君团的时候，可以过来跟 AG 接波团，但是就怕 AG 把边线带得太好。其
其实大家也不用奇怪 TT 这个阵容现在为什么这么被动，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拿到一个没有带线的阵容的时候，就会被就是如此，你边线上就是没优势。是，理论上亚联单打吕布上都是一个优势的。再加上有马可，看双边线永远都是 AG 优势。大乔我只要镇守中路就好了。对，随时把人召回来去防守中路。对，廉颇有霸体，他们每个人除了这个大乔可能会被控死，其他人基本上不太会被直接控死。而且你们看，在这一波的时候，他也没有让大乔一个人留守嘛。上路这波想要抓了，亚莲过来先打一波，吕布交出大招，马可波罗想往前追，亚莲也给大招，先上去扛塔，然后马可波罗过来继续点。吕布交出了闪现，但结果亚莲扛塔扛的有点多，再换马可波罗上，先把塔给点掉。吕布回头就挥了这一刀，想要去换掉亚莲，没有成功，最终轻轻被抓掉，2抓1。廉颇开到了2个后排，是的，直接把你人赶走，那龙大拉脱了，乔也给大招把人给摇了过来。是抓完边直接摇过来5打4。但亚莲这波没什么状态啊，马可直接转，想秒梦奇，梦奇交出了大招跑掉了。对。马可在上路杀吕布的时候一直没舍得交这个大招，就是他们策划好了想要把大招留到这波团，但没有造成击杀。这条龙第一时半会儿 AG 如果拿不到的话，那边就拖到轻轻复活了。想要秒龙了。梦奇第一时间没大招，但是对面张飞有大，所以拼龙上 TT 还是有优势。那张飞给大招如果控到的话，你就不好去拼城了。他只要控到你那个打野就行了。对。但这个龙 TT 是不想让你拉脱的，但还是拉脱了。那拉脱了，因为 AG 要靠边线去牵制 TT， 让他不好接这波团。而且中线也运过去了，狄仁杰跟吕布得回去管，然后亚莲又去带上了。只要拉扯的下路马可也把2塔给带掉。但是看张飞的位置，想绕后开，被看到了，没机会，是被拉扯住了。这就是前面 BP 上聊到的 AL 这个阵容，只要不跟你硬刚。那 TT 这套团战阵容就发挥不出它该有的效果。这个双边线这把 AGL 处理的真的是很漂亮 ，TT 也没什么办法。看张飞的这个位置，正面应该是给到了视角，小乔直接开大招往前挤，但是好像有点扛不住，廉颇直接给大招去拍后排，然后亚莲跟过来补了伤害，直接把小乔给秒了。然后张飞也倒地，继续往前追吕布，大招磨成酱汁落地砍一刀，但伤害不够，站起来之后想往回退。手里没有闪现，闪现没好，也被大乔给收掉。下路的亚莲过去只想去推高地，但是高地塔下的兵线已经被炮车兵给点掉了。够了，这一轮暗影暴君处的拉扯以及团战的发生，直接让这个经济差大幅度拉开了。现在对于 TT 来讲，他真的是有一身武艺无处释放。一个团控的阵容打不出配合，下路又强切，给大挑起来流星斩。但是狄仁杰拉扯了开来，但是逼出了狄仁杰的一个闪，然后回过头，大帅和渲染2个人拔掉了下路的高地塔。上路想留马可，知道马可没进化，马可还留了一个大，能走掉，很沉稳，他大招都不想交。小乔的大招没有拨到他，所以就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你的梦奇的技能已经交完了。这样一来，双边高掉了，这是右边这套阵容最怕的。最怕的就是我的边高掉了，然后你对面出超级兵，我这个阵容一看，我这英雄谁去清这个超级兵啊？TT 头疼。但你这把你留了一个5楼，也就是10楼的位置，做了一个红色方5楼的 counter pick。你这个 counter pick 的话，没做好，确实。对你这时候吕布选出来确实很尴尬。他可能就太想把正面做得很强了，觉得这个吕布拿出来削廉颇、削这个圆坦非常舒服。他打团正面很无解，但是对面先出了马可，而且有大乔，1楼就出了大乔。那 AG 也要把自己的阵容优势完全发挥出来了，这个时候 TT 就很难受。只要 AG 也要不出现掉点，或者有没有可能他想的是，我如果选夏洛特的话，我的野区可能就没了。我上路如果是个夏洛特，但吕布前期也差不多，吕布前期有点伤害，但不多。对。比你好比夏洛特好一点点吧。夏洛特1级2级的时候是真没啥用啊。将暗影主宰也是没有什么悬念的给到了 AGL， 打中路高地。双面高全破 ，AG 现在也不着急，不断的让马可波罗带着红 buff 消耗。这一波张飞的大招和吕布的大招并没有能够控到马可波罗。那就没有什么压力，而这一波廉颇进场之后拍到了多人，但自己可能要被集火掉。亚莲继续不输出，扫进去，是的，但伤害不够，最终是被放倒，被狄仁杰给拿到了这个头。但大帅那边是跑掉了，就是渲染这一波盖进去，
他想切狄仁杰的同时，还想帮大帅拆火啊。然后最终他进去之后没有能把狄仁杰切掉，然后自己倒了之后，好在是至少让大帅火了。因为这波打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外边没有大的这个龙，没有资源，而且这一波 AGL 得回去管自己的线，所以这个蓝区可能不是很好进了。就这轮野区进攻是没了，对，就是让 TT 发育了一波，但对于局面的掌控 ，AGL 还没有脱离这个掌控。5000的经济优势。 就看这波暗影暴君 ，TT 怎么打，要不要出个奔狼？啊，先把下路的龙兵清掉，因为上一波马可波罗把进化交了，这张飞加上吕布开团想成功的话很难，有点困难，尤其是开马可这样的射手。对，但马可这波没进化倒是一个机会，是个机会。如果他们直接去开龙，逼对面过来打龙团的话，有机会打赢。但是如果拉扯着，马可把进化拖好了，那就有点难了。嗯。 那亚连切狄仁杰还是好切啊！正面开到小乔，对，直接砸到了小乔，然后紧接着亚连冲了出来，先秒掉了小乔，然后亚连跟过去继续砍流星斩，但是没有能够打到狄仁杰，狄仁杰回头反拉。亚连藏了很久了，是他在上一波下路兵线对接的时候，他就没有管兵线，他提前藏到了那个草丛，就是他没有清那个线，让 TT 觉得那边没人，但他。 很早就绕过兵线，先藏到了那个草，就在等这波龙刷。把暴君一拿，上路有兵线，中路也有兵线，是一个多打少。小乔还有17秒活，应该是想打终结团。亚连大招已经好了，且手里有闪现的。不过这波马可波罗身上没红 buff。啊、先拆高地。 冲进去，亚连2级能往回拉扯一下，被打了一波消耗。梦奇环想去强流渲染，吕布魔神降是跳了进去，但是还没跳到人，落地的这一刀也没有砍到，然后紧接着这一刀1技能也没砍到，马可波罗可以冲进去直接打了，但是被打出了一个复活甲，只换到了一个吕布，可能要倒，可能要倒，被最终复活的小乔1技能收掉人头，一个终结头带走了一诺的马可波罗。这波一诺感觉有点急了，他可以不用进去的，对，他就慢慢打就好，他钻进去一瞬间就被断了。看一下 STC 的回放啊，他这波进化第一时间是没开出来。 他就在外面一直点，他转了一瞬间，好像刚好吃到了小乔的扇子，是导致的是后交的进化，然后赶紧把兵甲卖了，换了个复活。其实可以不用转进去，因为那个吕布已经是必死无疑了，没有了闪现，没有了大招，对，可以慢慢打。但离风暴龙王刷新剩2分多钟，但。 这一盘 TT 面临了3个被迫的局面，跟上盘 AGL 反过来了，还回来了。就是风暴龙王的刷新对于 TT 这套阵容来讲是个机会，但兵线压力太大了。这波是提前蹲好了主宰草的位置，不过看一下圆坦啊，中意的这个角度很刁钻，没有人知道他在这儿。圆坦出来了，又找小乔，又是小乔，看到了赫兹，又把赫兹给切掉了，但大乔的位置也被突死。狄仁杰打出了个复活，站起来之后可能要被激活。亚连开启了大招，落地之后一个流星斩找到了2个人，继续扫。马可波罗在旁边再点一下这个梦奇，应该是凶多吉少。龙回头给了1巴掌，最终帮助一诺带走了梦奇，而最后剩下的一个吕布也被赶回来的一诺带走，拿到了2连击破之后，顺着中路兵线可以一波了，复活来不及了。 最后的这一波龙团小乔的位置，他没想到，因为吕布从那个地方走的时候，并没有能够看到这个槽里有一个圆坦。然后小乔在正面首先被激活，然后圆坦冲出来之后，小乔必死无疑。让我们恭喜 AGL 扳回1分。整体上，他们打一些龙团的时候，这把他们的提前量做得非常的足。对，渲染那波亚连藏下路对面那个2塔前面的草丛也是。